看在桃子姐的份上，我会努力不要喷得太严重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被小说气哭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吴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先说我没有不喜欢这本21，事实上我还蛮希望大家都能找来看看，因为作者是陶晶莹，我多少对他期待颇高，而且我也看得非常入戏，很像把真的假的歌词写成小说。看完当下马上决定延后原本的排程，立刻做这一支的书评跟大家分享。故事背景建立在 AI 非常进步的未来世界，那是一个充斥着机器人和人工世界的时代，基本上所有人的呼吸跟欲望都掌控在大数据底下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女主角可心。即使她的数据在云端活跃着，她却更向往在大自然跑跳碰，而非虚拟实境的日子。可惜的是，她的老公和小孩们不这么认为，所有的拥抱、家人的相处时间，通通都被沉浸式 AI 游戏取代。孩子们不再出去打球、游泳，下课只想回家上网。她跟他们不再有共同话题，孩子对她只剩下嫌弃的言语和鄙视的眼神。她感受不到孩子们对她的尊重。对孩子们来说，妈妈只是煮饭、洗衣服的工具。对老公来说呢，原本就知道老公爱打游戏，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更加变本加厉，最后干脆睡在书房，方便上网连线。想见老公一面，还得登入游戏，用另一个身份接近他。就在可心快要被忧郁压得窒息之前，她有幸可以体验一组家庭机器人的服务，直接复制了家人的记忆和习惯。理想中的老公和完美的孩子们，让她重温了过去的幸福。只是太温柔的她，害怕21天体验结束后，机器人的下场，也不安自己这样的替换掉家人是不是有违道德。最后再一次机运良缘，可心总算有个机会可以出国留学，为了自己勇敢一次，却发现他的家人更期待他的消失，他舍不得替换掉他们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替换掉了他。故事当然不是结束在这里，这本书才200多页，很像网络小说的写法。我这种看书速度，一个晚上3个小时就能看完，相信在荧幕前的你能更快翻阅完毕。21想讨论爱情、家庭、科技，我倒是觉得它是一本女生面对婚姻态度非常棒的反面教材。人伦禁忌的唯一讨论大概是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家人，这点在《黑镜》第2集马上回来，我觉得讨论的更深刻。女主的老公也是个3C 社群狂，拿起手机就无视她的存在。在她失去她之后，她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。相处了几天之后，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个老公机器人。她总算明白，再怎么相似，她不是他，而他的存在只是日复一日提醒老公已经不在了的事实。如果你真的爱某个人，哪怕再怎么像，都知道那个不是他。回到21，很显然的，可心的孩子们从来没爱过自己的妈妈，包含她老公可能早就遗忘了那份爱情。对，我知道还有蓝色隐藏版的结局，但那才是真的让我火大的部分，我们留到最后再说。至于可心，当她的仿真家人出现，有罪恶感的是她自己，而非她的家人。她真心希望她的家人回到她身边，并且陪着她一起做她喜欢的事情，别再沉溺于电动玩具和 AI 的世界里。她希望她的家人能陪她说说话，对她表现出需求感，而不是使用感。她不想再当个工具人，想被听见、被重视。这似乎是现代许多家庭主妇的心声。个屁啦！我的感受是，今天可心被家人当成工具人，甚至不被尊重，都是她自找的。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登门槛效应吗？当你的朋友都是用你的技能或是财富换来的，帮忙写作业、帮忙加班、帮忙周转；当你的伴侣习惯你无止境的付出，这样的关系只会不断的内耗，甚至不会有人感谢你，因为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。可心的过度温柔和体贴，加上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欲望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配合，活不出自己，让老公和孩子逼得她退无可退。我的爱情观是公平，就是你跟我交往只有一个原则，很简单，你做了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被我逮到你外遇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接受，我会很开心，那表示我也有权利可以去外遇。所以今天老公约我打游戏，明天我约他看展览，很合理吧？但这对夫妻完全没有沟通，只有单向的老公对妻子的要求，妻子感觉不被重视，又不想忤逆，最后选择隐忍。老公呢，不想勉强妻子打游戏，所以选择逃避。一个忍耐，一个逃避，
把婚姻当成壕沟，人生就这样葬在时光里，像话吗？看完21，其实我感受最强烈的是内疚，其次是愤怒。看着可心奋力的讨好自己的小孩，最后换来小孩的一顿破口大骂。大人讲的话，他们从来都听不到，喜欢在公开场合给大人难看，不配合、不沟通、厌世脸。你的提议，他们都不要。不管你如何的低姿态，他们总是看着手机或是地板。你最常看到他们的白眼和紧闭的嘴唇，以及懒得解释的叹息。这段文字让我内疚到不行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对自己的妈妈。我总算了解我妈夜深人静为了我失眠的感受，她依然不懂我的世界，不懂为什么我老是爱在影片里面大谈隐私，不懂 YouTuber 其实就是一个贩售故事的职业。但故事里的可心把这一切归咎到科技，更精确的来说是电动游戏。电动游戏惹你了是不是？很多事情都可以让人沉溺，甚至让人性格大变。错的不是科技，而是人的选择。书里不只提到一次，我的孩子以前很喜欢往外跑，自从玩了电玩之后就变了个人。真的很想呛他说，老公管不动，小孩讲不听，整天就只会自怨自哀，又不敢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到最后有个机会可以改变，马上又龟缩回去。这一切全部都是电动游戏的错。我很讨厌把所有事情混为一谈的价值观，也很不喜欢书中暗示的会打篮球、游泳比打电动的孩子好。当然我明白他想要传达的是科技成瘾，但何必用 A 比较 B 的方式？在我们家反而是我很想跟朋友出去，但我妈会用各种方式逼我回家。我选择不出门之后，她又会说我整天坐在电脑前都不跟她讲话，所以我把屁股挪到客厅，想试着看她在看什么连续剧。结果呢，她回我一句最近都没什么好看的啦，然后再加一句你是不是要抓自己的脸？你看看你满脸痘疤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默默又回到电脑桌前面。妈妈们只看见自己的委屈和努力，可是努力错方向，只会把孩子逼到更远的地方。21里面描写的2个小孩，简直是无法无天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。一般的孩子哪敢这样跟自己的妈妈讲话？但是没有玩游戏的人就会理所当然的觉得，看吧，玩游戏的孩子都会变坏啊。游戏这2个字被污名化的还不够吗？从郑捷甚至到更早之前提到游戏就是一个多么不入流的兴趣。我以为在电竞比赛盛行的今天，这个观念会好一些。天哪，我甚至嫁给游戏实况主欸！我小学5年级那一年，第一个游戏就是我爸买给我的。那是在我爸妈离婚之后，第一次他带我出去吃饭。我还记得他买给我的是《圣女之歌》，一款 bug 很多，玩到一半会闪退，故事到今天还没写完的游戏。因为一直闪退，等级一直练不上去，剧情一直无法往后推进，所以那一款游戏我玩了很久，久到陪我度过了各种家庭争吵、尖叫、嘶吼、辱骂。如果不是还有一个游戏的世界可以让我逃离，我真的无法想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直至最后一页包含隐藏结局，游戏这2个字都没被洗白。我只能说，科技也好，家庭也好，甚至是爱情，都是每个人的选择下产生的结果。可心有好多的机会和契机可以离开她的老公，她老公也不是婚后才开始喜欢打游戏的，婚前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婚后才来抱怨她爱玩游戏，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婚前她老公明显表现出不重视可心的需要和想要，婚后才来哀怨自己被冷落了，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当有个可以重新选择的机会，可心因为家庭2个字退缩了，结果家里面的人根本不在乎她，但她还是回头了。哼。没错了，这女主角脑子有毛病。最后我们再来谈谈为爱牺牲，女性要全力支持男性的梦想，为了家庭、为了爱情牺牲的时代早就过去了。事实上，我认为建立在牺牲上的关系通通不健康。就算没有像21的情节这么夸张，总有一天还是会变成情绪勒索的标准台词。也不想想当初老娘为了你牺牲这么多。这是过来人的经验，每次的牺牲不是只有牺牲现有资源，包含金钱、时间、未来等等都好，每次的牺牲都是拿尊严去牺牲。过度牺牲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想知道为什么？可以看我之
前分享过的，为什么我们总是讨好别人，委屈自己？如果真的要牺牲，请心甘情愿，不要做了之后再来反悔。婚离了可以再结，时间过了就没了。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，把时间花在对的人、对的事，这样就能成为更耀眼的自己。然后别看隐藏结局了，那个试图洗白的动作真的是越看越恶心。这种会因为某件事而忽略老婆的男人，今天沉迷游戏，明天沉迷赌博，后天就会因为其他原因把老婆给卖了啦。女人呐，只要好好爱自己，要什么鸡鸡没有？气死我了！你们一定以为我骂成这样就是不推荐这本书了，对不对？错了，我反而希望大家能够抽空看看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漏洞可以讨论，像是怎么样的形式才算是出轨，只是知音算不算，只是玩游戏的伙伴算不算，或者家人应该花多少时间相处才算足够？大数据为了服务到底能侵犯隐私到什么地步？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，运用小说来提出问题，确实是个蛮聪明的方式。最后，我只对这本书提出一个小小的疑问：为什么是横式编辑啊？还有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封面的塑胶皮耶，不环保，而且看的时候一直滑掉。如果再版，希望能够考虑回到纸版啦，或者大家干脆去买电子书吧，反正都是在讨论科技侵犯生活了嘛。俗话说得好，打不赢我们就加入它。我期待大家看完后回来留言区跟我一起脑洞大开啦。好的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用一本科幻小说作为2019年的结束，迎向2020年的未来，我觉得相当适合呢。我们明年这个时候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不喜欢玩游戏的老婆偶然登录了游戏，发现爱玩游戏的老公一直在游戏里找老婆的身影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的电话发生什么事情了？